五人被困密室，其中有3名绑匪，2名人质。但由于众人集体失忆，谁也不确定自己是人是鬼。彼时，绑匪的同伴已经拿到赎金，一旦赶来，人质必死无疑。如果你是5人当中的一员，到底会如何化解这场死局呢？大家好，这里是亨利影视，本期精讲玩命记忆。故事发生在一间废弃的厂房，男主从昏迷中猛地惊醒，他疑惑地四处打量，结果根据现场情况来看，不久前一定发生过一场大战，可男主绞尽脑汁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他本能的想要逃走，可出口却被一扇钢门牢牢焊死。几番尝试，大门纹丝不动。无奈之下，他只能原路折返。就在此时，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声响，他急忙抄起铁锨，小心翼翼地摸了过去。声音似乎是从卫生间传出来的，可找了一圈，愣是一个人都没有。难道是太紧张，听错了吗？男主洗了把脸，试图强行恢复冷静，可当镜中的自己映入眼帘，他彻底懵了。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直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忘掉的不是某段记忆，而是整个人生。就在他不知所措之际，隔壁的电话铃声将他重新拉回了现实。此情此景，男人哪敢怠慢，急忙拾起听筒。 Hello? Hey, big boy. Was? He's in the John. What? Brockman? Brockman, is that? Look, why aren't you answering the cell? Everything cool out there? It's broken, but we're fine. 或许是因为信号太差，对方并没有识破男主的身份，而正因如此，他才在通话中收获了几条关键线索。首先，这间厂房里至少有2人跟对方一伙，分别是沃兹和布洛克。其次，这里还有一个名叫科尔斯的，对方要求先别动他。最后，对方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因为他提到了枪，提到了行动，还提到了警察。这里男主下意识地将自己归入了好人的行列，他以为对方是因为信号差才将他误认为同伙，但如果男主就是布洛克本人，是不是也能说得通呢？至于真相是什么，咱们接着往下看。在电话挂断的同时，楼下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男主冲下来一看，发现是光头醒了。 Talk to me. Hey, talk to me right now. Hey, tell me what happened. Tell me right now. Tell me what happened right now. Tell me what you know. Tell me what you know, guys. Why did you do this to me? Tell me what happened right now, guys. Don't me anymore. 男主本以为能问出点什么，没想到光头竟然也失忆了。而就在他准备替对方松绑的时候，一个男人突然出言阻止。寸头的理由很简单，为啥他被绑着而咱俩没有？不管是谁做的，是不是能说明一点，他和我们不是一伙的？虽然只是推测，但小心驶得万年船，毕竟谁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 Okay. You got me. So, how the hell did we get here? I don't know. 没过多久，房间里最后的2人也醒了，不过跟前辈们一样，他们也失忆了。也就是说，现在除了接过一通电话的男主，其他人完全是一头雾水。OK， 故事讲到这里，主角已经全部登场，咱们简单做个介绍。由于5人集体失忆，他们的名字就用发型代替，从左往右依次是光头、寸头、男主、卷毛和胡子。目前光头和胡子是行为受限的，光头是因为不受信任，而胡子则是被铐在栏杆上，根本找不到钥匙。之前我们说过，5人中有3名绑匪，但绑匪里其实还藏着1名警察，大家可以猜猜看谁是卧底。重新回到剧情，村头在大厅中央发现了一个罐体破裂的气瓶，而泄漏的化学气体大概就是众人失忆的罪魁祸首。找到了失忆的原因，众人总算是轻松不少。不过他们还面临着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怎么逃出去？众人已经检查过了，厂房唯一的出口就只有那扇钢门，但没有密码，谁也打不开。由于男主醒得最早，村头便问他有没有什么大家不知道的事儿。男主把自己的发现从头讲了一遍，唯独隐瞒了跟电话相关的一切。他不过是想要自保，但这个小心思却让他瞬间成为众矢之的。 Ask him about the phone call. What? What phone call? There's a phone in here? You guys are still passed out. He went to answer the phone. 男主的故意隐瞒顿时引起了众怒，好一番解释之后，众人才勉强相信他和打电话的人不是同伙。不过房间里既然有电话，那么赶紧报警不就逃出去了吗？但寸头不是这么想的，导演也不是这么想的。 The hell are you doing? Are you insane? I was like kicking out of here. Yeah, it's our ticket, all right.
寸头为什么要扯断电话线？答案就藏在这具尸体身上。他认为杀人的就是抓他们的那个家伙，一旦报警，很可能会惊动对方，届时众人会有生命危险。不过这个解释多少有点牵强，如果你有不同看法，请直接打在弹幕上。根据死者的肩章判断，他是某家超市的保安。而听到超市的名字，卷毛立马联想到了什么？他之前在厕所捡到一份报纸，上面报道了一则重磅新闻：某连锁超市的老板科尔斯和财务总监麦凯恩在2天前遭到绑架。而之前那通电话又提到了不要动科尔斯，那么现在真相已经很明了了。5人当中有3名绑匪，2名人质，现场的打斗痕迹是人质在逃跑或反抗时留下的。过程中，众人吸入了大量化学气体，这才导致集体失忆。但正因如此，他们根本无法分辨谁是绑匪，谁是人质。接下来，众人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不再考虑各自的身份，而是专心研究怎么才能逃出去。这时候，胡子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段记忆碎片，那段记忆很乱很模糊，但却有多个自己持枪的画面，因此他基本上可以断定自己应该是个绑匪。好巧不巧，在想起这一点的同时，他一眼就看到了光头脚下的手枪。在接连不断的暗示下，光头总算是心领神会，只可惜关键时刻弄出来的声响终是引起了另外3人的注意。最终男主拔得头筹，夺得了真理的控制权。另外2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中的忌惮却根本藏不住。为了防止光头再整什么幺蛾子，男主将他牢牢绑在了货架上。而就在此时，众人突然听到一阵电话铃声，循着声音的方向找去，他们竟在角落里发现了一部备用电话。Wait. Let him answer. Let him answer. Let him do it. You crazy? That's him. He bought his voice once, he'll do it again. Let him answer. 电话确实是绑匪打来的，并且对方还带来一个好消息，赎金已经到手，他们会在天黑前赶回来。听到这个消息，胡子微微一笑，但其他人的心情却是瞬间跌落谷底。未知的恐惧最为致命，这种开盲盒式的审判远比直接杀死一个人更加绝望。而众人现在能做的就只有抓紧时间再找找还有什么逃出去的办法。卫生间里，卷毛望着镜中的自己，不知在想些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段画面。卷毛想起来了，自己是被绑架的，他就是2名人质中的麦凯恩。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卷毛，现在要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提升自己的生存概率呢？我知道你想不出来，让我们看看卷毛是怎么做的。Listen, my memory's coming back. I remember parts from before. I know who we are. Oh, yeah? Why should I believe you? Because, Bill, you're the other hostage. You're William Cole. Oh, really? Miraculous, you cover your hand all of a sudden, huh? I know you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me, but he's setting this up. Please. We gotta get that gun before that son of a bitch remembers who he is and who he's screwed. Please. I don't remember anything, okay? I don't remember. Okay, for Christ's sake, you don't remember your own kids? Kids play Little League together, for Christ's sake, Bill. You don't remember your own children? 寸头是不是科尔斯并不重要，这不过是卷毛用来拉拢他的手段。只要拿到枪，卷毛立马就会打电话报警，到时候这场噩梦就彻底结束了。虽然对卷毛的话有所怀疑，但寸头还是将男主引到了埋伏圈里。只是谁也没想到，在早有准备并且还是2打1的情况下，2个废柴竟在顷刻间就被男主制服。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毫无战斗力的寸头可能真的是另一个人质。虽然很愤怒，但男主最终还是选择放过2人。万一自己是个好人，万一侥幸活了下来，他可不想在事后为此刻的一时冲动买单。片刻之后，厂房里重新恢复平静，而卷毛无意间的一瞥，竟在头顶发现了一条生路。天窗的位置很高，必须3人合力才能爬上去。可好不容易爬上去，卷毛却发现玻璃的质量太好，常规手段根本打不破。他提议用枪，男主自然不肯交出来，于是2人只能互换位置，由男主完成最后一步。可就在他调整位置准备开枪之前，意外突然发生了。这一下摔得着实不轻，男主不仅弄伤了自己，
还把房间里唯一的手枪落在了窗台上。卷毛顿时捕捉到这是个机会，于是假借需要帮手的名义把光头给放了。接下来，卷毛和光头开始想办法取枪，而寸头则是把男主带去卫生间处理伤口。可就在包扎完毕之后，他却突然告诉男主自己已经想起来了，他就是2名人质之一的科尔斯。有的小伙伴可能就要问了，寸头为什么不将这件事告诉另一个人质卷毛，而是告诉男主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都只恢复了一部分记忆。寸头只知道自己是科尔斯，但他并不记得有个孩子，而卷毛为了拉拢他，故意编造的2家小孩是好朋友的谎言，恰好就成了此刻寸头否定他身份的有力依据。不得不说，寸头能当上大老板，绝对有运气成分，不然他也不会在第一时间就将正确选项排除在外。此时，男主也已经想起了自己绑匪的身份，可在寸头认定他就是麦克恩的前提下，他却并没有将错就错。I'm not okay. You're McCain.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sense. I'm not McCain. What? I remember too. How can you do that? You're gonna leave me like a dog, like a stinking fucking dog. 来自光头的报复将男主的坦白硬生生打了回去，好在有寸头从中周旋，发泄过后，光头这才逐渐冷静下来。而就在此时，卷毛突然带来一个好消息，厂房外面有人来了，这可能是目前为止众人距离逃走最近的一次。他们拼命的呼喊，果然引起了对方的注意，但由于距离太远，外加男孩父亲的催促，他们最终还是与自由擦肩而过。这件事对众人打击很大，就像是命运在嘲讽他们不要妄想逃出去。而没过多久，胡子也因为失血过多再也挺不住了。从严格意义上讲，5人是一种可预见的敌对关系，但此情此景，众人却同时生出一种兔死狐悲的感受。 I don't know who the hell you are. I don't care. Maybe you were a kidnapper. I don't know. But you know what I think? Maybe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you just forgot who you were before you became one. But regardless, we can't do this without you. 寸头说的没错，想要活过今晚，并不是靠单打独斗就能做到的。于是众人制定了一套详细的作战方案。这时候，卷毛已经拿到了手枪，但绑匪随时都会赶到，所以现在报警已经来不及了。不久后，大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而就在此时，光头却将为歹徒准备的铁桶悄悄对准了男主。没错，这个老登也想起来了。Merry Christmas. Big hole, big enough for 3 people. 难道众人准备了这么多，却要因为光头的反水功亏一篑吗？战斗打响的快，结束的更快，但今晚的危机却并未解除。迟来的绑匪武器更加精良，正面硬刚根本就是送死。 Hit me. Get him down! Walls, get him down! 一切都结束了，绑匪已经拿到赎金，人质也彻底失去了价值。唯一的变数就是男主会怎么做。而这时候，他也终于找回了丢失的记忆。当时2名人质不知怎么挣脱了束缚，争斗中，男主打断了卷毛的鼻梁，胡子则是意外被榴弹击中。几人之所以会失忆，也确实是因为吸入化学气体造成的。老大将处置2名人质的任务交给了男主，而他的内心也在此刻陷入了剧烈的挣扎。之前没有明牌，众人还能齐心协力想办法逃走，但现在记忆恢复，并且老大也回来了。如果不做，他又该如何交代？ I just want to stand. 镜头一转，几公里外的公路上，一辆警车正在急速赶来。之前路过厂房的那对父子，虽然没有救下几人，但离开之后却选择了报警。而经过对绑匪团队的调查，警长还发现一件事：现场应该有一名卧底。可谁能想到，2人的对话竟被绑匪用抢来的对讲机听了个清清楚楚。厂房里原本也只有3名绑匪，现在已经死了2，那么谁是卧底还用多说吗？ Am I looking at a cop? Cop. 这句话就像是触发了关键词，瞬间激活了男主的记忆。他确实是个警察，由于跟胡子是发小的缘故，这才被上级选中，以卧底的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原本被对方当场识破，男主必死无疑。但之前放走的2个人质，却在此刻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Turn him around! No!
Where you going? 寸头恨极了那群绑匪，如果不是他们，卷毛根本不会死。可他哪里想得到，事情的真相远远不是一场绑架那么简单。半小时后，警方的大部队总算是出现了，而一同赶来的还有寸头的妻子。只是不知为什么，男主总感觉自己跟对方很熟悉，直到两人四目相对，他突然想起来了。在执行卧底任务期间，男主意外邂逅了寸头的妻子，女人想跟男主在一起，但又舍不得优渥的生活，因为他跟寸头签了婚前协议，只要离婚1分钱都带不走。于是为了爱情，男主就撺掇老大绑了寸头和卷毛，而他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要干掉所有人，然后将整件事嫁祸给卷毛。只是机关算尽，他也没想到过程中竟会发生意外。最讽刺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劫后余生的寸头竟然还要拉着妻子来跟男主道谢。很难想象，当男主听到谢谢2个字，脸上到底会是什么表情。至此，影片结束。看完这部电影，我一直在想，到底该如何评价男主。10亿前他满心算计，介入他人婚姻，策划绑架，甚至想让无辜之人替自己顶罪。但10亿后，他明明已经察觉到自己是绑匪，却依然选择跟人质共同进退。即便老大已经下令，他仍不忍心对2名人质动手。10亿前后的巨大反差，或许暗含着导演对人性的看法。记忆可以塑造身份与经历，却定义不了本性。那些恶是后天执念催生出的选择，而10亿后的善才是他最真实的本心。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从不是他曾经做过什么，而是在抛开所有过往后内心最本能的抉择。好了，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关注亨利，下期内容更加精彩。